王一博用热爱和坚持逆袭赛车圈，用实力证明偶像也能赢得尊重，且未来可期。在上海国际赛车场，4月份的比赛真是炸翻天。这次中国超级跑车锦标赛上海站，因为王一博开着他的85号奥迪 R8 LMS GT3 Evo 2亮相，现场气氛一下子变得火热起来。比赛排位赛，他秒出2分03秒的成绩，直接登顶。全场57辆赛车在他加入后都变得不一样，观众一下子破5万。现场的气氛热得快要爆炸，连雷军也密蒙而远赶来帮忙。这不仅是场赛车比赛，更像是王一博用自己的热爱让中国赛车圈变得更有人气。对王一博来说，这场比赛远不只是一场普通的出场，他想证明的是他从娱乐圈转到赛车，这背后是真正的热爱，不是炒作或者卖流量，而是拼尽全力踩油门，跟空气阻力战到底。赢了可以让大家更认可他在赛车上的努力，也让粉丝知道，偶像除了拍戏唱歌，也能在赛道上坚持到底。王一博用赛车实力和流量资本打造行业新格局，粉丝热潮成为商业推动力，专业和娱乐共赢正悄然展开。你可能觉得那5万粉丝是真心来看王一博赛车的，其实大多不是。那些人来的目的更多是为了看热闹、追偶像，起到帮助资本和商业的作用。他们把坐席都挤得满满当当，场面火热到不行，实际上就是在给王一博这个 IP 做资产盘点，每一次呐喊都在提升他的身价。赛车场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了广告和流量的战场，其他车手在拼钱、拼圈速，他在用引擎声和现场氛围向外界展示自己的价值。他拿业余组第几并不是重点，重点是他能把一条冷清的小路变成像 F1 一样的人气商业链，把那么多品牌和赞助商的名字摆到眼前，这才是真正的价值所在。为了这个目的，他拼了命的跑，圈速快到2分03秒357，还证明了自己能连续几圈提速且不出事儿。比赛前，他在训练里跑出了2分02秒多的超级好成绩，那近乎职业水平。那些硬核车迷看得清楚，他对赛道的理解和体能都是在逐步进步，模拟器训练和实战都在不断提升。过去从珠海 GT3 冠军到上海耐力赛亚军，再到这次有了稳步的提升，他已经是中国内地唯一拿到 FIA D 级执照的娱乐圈车手之一，转型清晰明了，不是随便玩的。现场更疯狂，绿海涌动，鼓掌笑声一浪高过一浪，门票提前1个半月就全部卖光了，超过5万张是10年来最满场的记录，还不得不临时加座，系统崩溃不断。现场女性观众比例从原本的12%飙升到41%，有很多场次差点达到90%的女人在看。说现场绝大部分人是冲着王一博来的也不假，很多人刚好路过，看到现场像误入了仙境似的，满场绿色，从凌厉的旗帜到盾牌，一片绿的刺眼。有人从外地跑来，专门来支持，品牌也跟着赞助，赛事的直播观看量更是爆炸性增长，几千万的浏览量，听说比以往的都多了几10倍。有人说让王一博留在赛道上，比赛需要流量，但其实这已经变成了一个体现现象级影响力的事情。资本看重的不是他在哪个组排第几，而是他能把中国的一个小众赛车活动带到像 F1 一样的商业高度。由于它的带动，赞助品牌、赛事规模都在扩大，直播和周边的销售都在爆发。这说明它不仅在娱乐圈里是顶流，还在帮助这个行业赚钱。赛场和商业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，它用流量和专业把冷门运动推到前台。有人会觉得这样把粉丝都变成了粉车队，甚至觉得赛车变成了明星粉丝的 party。
但不能忽视的是，没有王一博的努力和流量，可能中国的赛车也不会有这么大的起色。在最初，赛车圈本来很冷清，但现在因为他的加入，变得全民关注，女性和年轻人也开始热情。这对行业有益还是有隐患？影响还得看他未来能不能继续保持专业水平。要是真的能在正赛中站稳脚跟，这种流量带来的价值会转化成纯粹的实力和专业水平，那就是真正的双赢。以后他还会面对更激烈的对手，比如 GT3 AM 组的高手，输掉的不只是比赛名次，而是更让大家相信他把梦想变成事业的决心。现场粉丝的呐喊声把这场比赛变成了中国赛车新格局的一个节点。比赛挺有看头，充满戏剧性。王一博刚开始排在第25名，看似后面，但他沉着应对，超车顺畅，还不停刷新自己的最快圈速。解说都说他干净利索，不带一丝犹豫，像一把锋利的刀在赛道上劈开空间。他在雨天的表现更是让人刮目相看，积水让车辆打屎，他反应快，操作平准，完成漂亮的拯救技绩，被官方评为年度最佳。他没犯大错，圈速还越练越快，从后面追赶超到有冲劲的前排，欲浪费1秒多，但都在自己控制中。比赛也有突然变糟的时候，队友策略上失误，停站时间误算，85号跑车被罚了 Stop Go， 要回维修区重新开，耽误了不少时间，结果从前列掉到后面。虽然努力追赶，最终还是稳稳完成比赛，并且排在第8名左右，没有拿到奖杯。那一瞬间，赛场空气像凝结了一样，所有人都紧张得不得了。但王一博和队友们没慌乱，继续拼，咬紧牙关，把每一圈都当最后冲刺。正是靠这股韧劲，他带动了现场气氛，把比赛一下子推到高潮。数据也显示，他的实力没有被影响，超车频率高，碰撞后还能保持圈速，比任何流量标签都更有说服力。与此同时，赛场的局面也在悄悄变化。因为王一博的加入，上海站的观众从几千一下子暴增到5万多，商业品牌也纷纷涌入，像小米都成为了大会的重要合作伙伴。雷军还亲自到现场加油助威，与粉丝互动，现场变成了明星和商界大佬的盛会。这场比赛的热度空前爆棚，直播观看和讨论热度都爆表。王一博用自己的一人之力，让原本小众专业的超级跑车比赛变成了全民关注的焦点。这并不是偶然，是他用真心和魅力打破圈层的表现。回头看看，王一博的赛车路走得不算顺。他早在2025年的赛季就和搭档参加过一些赛事，那会儿遇到雨天积水打滑，车子还撞出跑道，受了点损伤。那时候他还在适应从舞台转到赛道的转变，还有人质疑他是不是在炒作，但他没退缩，反而越战越勇。1年内圈速不断提高，比赛经验也更丰富，多次在不利局面完成逆转，证明了自己不是花瓶，而是真青出于蓝的水平。这次遇到罚时的问题，其实也是一次历史的重演。表面风光，背后要面对队伍的失误和策略风险。不能掉以轻心，要在每个细节上更专业，才能继续前行。因为赛车不是说玩玩就能走远的游戏。这场比赛其实还体现出中国赛车面临的困难。GT 赛事一直是个相对小众的圈儿，观众少，缺少商业支持。王一博到了，带来了流量，也带来了积极的变化，也让行业看到了新希望。他在比赛中的表现，用行动告诉大家，偶像也可以是专业的赛车手，明星也能在赛道上赢得尊重。可就算如此，团队因为策略失误被罚时，也让人清楚，跨界想在这个圈子站稳脚跟，不光要硬实力，还得细心细致。有人还是喜欢炒作破圈之神，有人看不起流量选手，但他面对压力坚持下来，可能会影响带领更多年轻人和品牌加入中国赛车的队伍。王一博在赛车场上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个人的范围，他带来的不只是激情或者短暂的光彩，更像是一种鼓励和激励。
那天在赛道上冲刺的样子真是让人热血沸腾，也让很多人看到了他的坚持。即使队友出现失误被罚时，但他还是咬紧牙关，把每一圈都坚持到底，把比赛推上新高度。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所有人，只要热爱就可以一直奔跑，把梦想变成他的一份事业。这种精神非凡，也让很多人心生敬佩。光有底气和人脉不代表就可以什么都不在意。比赛的残酷就在于每一次失误都可能变成败局。未来几站比赛，他还会遇到更强的对手，更复杂的环境。团队的配合和策略会不会做到尽善尽美，会直接决定成绩的高低。你怎么看？王一博的赛车故事还会不会继续快跑，还是需要在细节上再磨练？不妨留言分享，你的想法也许会成为他下一次冲刺的动力。感谢您观看视频，如果您觉得这期时事通信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来活力，再见。